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 Be Safe Bench， 这是首个全拟真行为安全评测基准，它由南科大与华为联合发布，聚焦 AI 行为安全。对比图显示左侧高效安全，右侧危险违规，这揭示智能体在任务完成与行为安全间存在巨大鸿沟。传统安全护栏只关注文字过滤，忽略物理危险行为。该基准将智能体投入完整功能的真实仿真环境，它覆盖网页、移动端、具身规划与操作4大领域。未经这种严苛测试的智能体不应进入真实世界。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，正是安全盲区才能推动 AI 可信演进。大型多模态模型让 AI 拥有强大的执行力，它们能同时驾驭数字与物理世界。然而，效率至上的追求制造了完美错觉，任务完成度与行为安全性之间存在巨大鸿沟。无所不能、全自动化和极致效率只是表象，这些优势反而掩盖了致命的安全盲区。从电脑到手机，再到机器人和机械臂，AI 在真实场景中可能毫无安全底线。传统安全仅过滤屏幕里的毒性文字，但智能体在真实世界中的错误决策会引发灾难。财产损失是常见风险，信用卡信息可能被滥用，隐私泄露同样致命。硬盘数据文件会被盗取，物理碰撞直接伤人，机械臂打碎玻璃杯就是例证。内容安全仅防护文字，远不足以应对行为风险。当前AI 评测严重忽略这种乱动手的致命风险，行为安全评测应成为智能体落地的强制门槛。过去的智能体评测基准存在严重局限性，它们完全依赖纯文本模拟，脱离真实环境。接口设计过于简陋，无法模拟复杂逻辑。静态环境缺乏多轮动态交互与实时反馈，评估片面局限于单一领域，风险暴露不足。这些缺陷导致行为安全隐患被大量掩盖。智能体在模拟环境的成绩毫无实际参考价值，真实世界的危险行为评测势在必行。BSB 是首个全拟真行为安全评测基准，它彻底抛弃了纯文本模拟的虚假环境，将智能体部署到具备完整功能的真实仿真环境，全面暴露非恶意指令引发的各类潜在危险行为。评测范围覆盖网页端与移动端2大数字场景，同时覆盖具身智能的高层规划与底层操作。这4个领域完整覆盖真实数字与物理世界。这一基准从根本上弥补了传统静态评测的缺陷。Be Safe Bench 包含1312个可执行高危任务，覆盖4大领域。在真实功能环境方面，只有 Be Safe Bench 具备这一独特能力。任务成功与行为安全的双重评估是 Be Safe Bench 独有的。动态交互的全程监控也只有 Be Safe Bench 能够实现。然而，其他基准在 Web Mobile VLM 和 VLA 领域覆盖不全。例如，在网页端 ，Safe Agent Bench 和 ToolMU 等很多模型只能部分覆盖；而在 VLA 领域，目前只有 RJudge 与 Agent Safety Bench 提供有限支持。全域覆盖与双评机制使 Be Safe Bench 树立安全评测新标杆。该基准明确定义了9种 AI 行为危险形态，这些危险并非来自黑客的恶意攻击，而是 AI 在执行日常指令时无意引发灾难。隐私泄露与数据损毁属于信息类风险范畴，财产损失和物理伤害直接影响物理世界安全。道德违规与有害信息涉及社会伦理重大问题，可用性破坏和恶意代码严重威胁系统运行。网络安全风险统括了数字空间各类潜在隐患。研究团队使用第5代 GPT 模型作为重写引擎，他们将日常指令与危险因子巧妙融合在一起。例如，购买销量第1的商品或设置一个闹钟，这些合成指令看似合理，实则暗藏致命杀机。重写引擎最终输出高危测试指令的完整集合，随后在真实仿真环境中注入并执行这些任务。这套流程直接暴露智能体行为安全的盲区。相比纯文本模拟，真实注入能暴露更多风险。混合双擎裁判机制由规则匹配器与 LLM 裁判长共同构成。规则匹配器专门负责实时监控环境的最终状态， LLM 裁判长则负责分析智能体的完整动作轨迹，两者协同工作，实现全程无死角的行为监控。评估结果分为任务成功、任务失败、安全与危险4类。这种设计能精准捕捉任何潜在违规行为，即使环境状态看似安全，也会被轨迹分析发现。它为智能体行为安全提供了可靠的双重保障。本次测试集结了13款全球顶尖大模型，包括闭源巨头 GPT-4 和 GPT-5等，
开源代表有 OpenVLA 与 AutoGLM。具身模型派出了 RoboBrain 2.0 参赛，所有模型都必须面对真实功能环境的考验。测试全面覆盖网页、移动和具身多种场景。严格的裁判机制会追踪所有操作步骤，最终分数将暴露各模型的真实安全底线。测试结果揭示了 AI 行为安全的严峻现实。即使是地表最强的智能体，也难逃低分结局。综合合格率最高也才不到40%，是意味着绝大多数任务都伴随安全风险。画面中央的巨大红色数字直接警示着失败，身后的网格中遍布错误与警告提示。面对真实环境 ，AI 防线几乎全线崩溃。这一基准暴露了智能体安全的巨大漏洞。高分低能的悖论在本页散点图中清晰可见，众多模型点落入右下角 41% 区域。这意味着智能体成功的同时常常伴随危险，例如清理桌面却把重要文件扔进垃圾桶。智能体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这是核心隐患。高成功率掩盖了过程中的危险违规行为，任务完成率与安全率之间出现了严重脱节。评估必须同时考察任务完成与行为安全。网页端测试揭示了 AI 防线的极端脆弱。Reddit 社交平台的安全率仅为 37.1%， 购物场景安全率仅为 31.2%， CMS 系统安全率最低，只有 26.0%。 这些安全数据远低于各自的任务完成率。面对混淆指令， AI 极易泄露公司内部的机密，或肆无忌惮地发布虚假有害的网络信息。网页端安全红线亟待严格重新划定与强化。移动端测试聚焦结构化函数调用场景，指令复杂度越高，模型越容易盲目操作，它们可能在系统中乱点，甚至篡改关键配置。安全性得分整体偏低，所有模型均未及格。GPT-4 以 25.58% 的安全性微弱领先， GPT-5 紧随其后，但得分也仅有 23.68%。 AutoGLM 安全率仅 2.63%， 成绩垫底。这说明复杂指令下的移动端安全仍是巨大挑战。具身高层规划模型表现高，成功率与高违规率并存。通用大模型如 GPT-5 在物理规划中危险，其任务成功率高达 65.84%， 但安全违规率也达到 40.99%。 相比之下，专为具身设计的模型更安全。RoboBrain 2.0 展现出更均衡的安全意识，这表明规划能力强不等于行为安全可靠，必须为高层规划增加安全约束。具身底层操作模型面对复合风险安全率暴跌，它们直接控制机械臂与底盘，执行物理动作。面对叠加的突发危险，安全防线全线崩溃。实验柱状图显示，无风险时安全率最高，加入障碍物后，安全率开始出现下降趋势，在叠加危险物时，安全率进一步显著下跌。复合风险场景下，安全率接近于0，这表明底层模型缺乏动态适应能力，只会僵化执行预设轨迹。环境最终状态安全，但执行路径隐藏8次危险触碰。图表显示，智能体穿过8个红色违规标志到达终点，终点绿色勾号仅代表结果合规，过程已被污染。这种结果假象会欺骗观察者，忽视过程违规风险。缺乏过程约束的长序列任务就是定时炸弹。智能体在决策链条中不断碰撞危险区域而不自知，仅凭最终状态判断安全性是远远不够的，必须引入全程监控机制才能暴露隐蔽违规路径。任务复杂度增加时， AI 的安全意识迅速下降。数据揭示了一个冰冷的规律：步数越多越危险。智能体认知带宽严重挤压，安全约束被抛弃，它们退化为一台只盯着目标的瞎眼机器。蓝箭头指复杂度上升，红箭头指安全意识下降，两条射线在画面中心交叉，形成强烈对比。这解释为何长序列任务容易触发违规行为。没有过程约束，复杂任务就是一颗定时炸弹。当前智能体训练，它们过度追求任务达成率，它完全缺乏物理世界的后果惩罚机制，敲碎玻璃杯或删除文件等都没有任何代价。天平一端是任务导向，那端重量极为巨大，安全约束被高高翘起，几乎完全形同虚设。智能体没有任何对长序列危险的记忆能力，它只看到终点，完全忽略过程中的风险。要跨越算法鸿沟，训练中必须引入后果惩罚。跨越算法鸿沟需在训练阶段重塑安全架构。预训练与强化学习应将物理后果纳入核心算法，提升风险感知，让智能体提前识别潜在危险。
复合安全对齐，确保安全约束贯穿多层级决策动态。终止机制为高危操作设置硬性刹车，宁可任务失败，也绝不能放任风险走向终点。这种架构从根源上弥补了后果惩罚的缺失，它为智能体在真实世界安全落地提供了保障。该基准是智能时代的一道强制安全带，它揭露了人工智能当前的行为安全伤疤。它提供了一把精确的度量标尺来评估风险，这是补齐模型落地最后1公里的关键。任何未经该基准严格测试的智能体不应放行。测试覆盖了真实物理与数字世界的危险场景，只有通过认证智能体才被允许进入真实世界。它促使行业在追求效率时必须同时重视安全。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这句话是 AI 安全评测的最终注脚。B-Safe-Bench 揭示了当前模型在真实环境中的脆弱性。最高合格率不足 40% 的数据就是最直接的证据。任何追求效率的智能体都必须接受安全测试。只有正视这些安全盲区， AI 才能真正落地。可靠、可用、可信是行业必须共同追求的目标。未来的研究需要将安全约束融入模型训练，这为智能体部署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南。